被叶晨问及是否去了庙里，唐四海心下不由一惊。他不知道叶晨问自己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掌握了自己的行踪，还是连同自己去见了谁都一清二楚。不过他倒是非常聪明，既然心里惊讶，便完全不去掩饰惊讶，反而是一脸惊奇地问道：少爷您怎么知道？叶晨随口道：你身上有香火的味道。唐四海恍然大悟，同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不过他却也不敢表现出半点如释重负的样子，而是笑着说道：属下今天下午去了趟雍和宫，刚好下午那时候没什么事，就去庙里拜了拜。叶晨点了点头，心中并未起疑。本身唐四海在叶家的地位就是所有叶家人之外最高的一个，对他而言，管家的工作也有很高的自由度，他抽空去烧香拜佛也在情理之中。至于他为什么去烧香拜佛，叶晨便没有多想，毕竟华夏人去寺庙就像欧美人去教堂一样，都是十分日常的行为。于是叶晨便直接翻过了这个话题。只是一旁的林婉儿多看了唐四海2眼，她也并未察觉到太大的异常，只是觉得唐四海的面相以及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这种人去寺庙似乎有些违和。更何况以他对佛教的理解，笃信密宗藏传佛教的人虽说也都十分虔诚，但大都有着比较强的功利心，这其中求财求势者占了极大多数。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明星都笃信藏传佛教的原因。在林婉儿看来，唐四海的面相不像是那种功利心很强的人，所以这一点多多少少也有些违和。不过林婉儿也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所以她只是觉得奇怪，但仅凭只言片语也很难猜出更多。这时一旁的叶中全开口问叶晨：晨儿，你这次打算在燕京待多久？叶晨如实道：暂时还没想好，最快的话明天下午吧。上午我想去一趟叶灵山，去祭拜一下爸妈。叶中全惊讶地问：这么仓促？好不容易来一次，不如就在这里多住几天。叶晨摆摆手，还是不了。不瞒您说，我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父母遗留下来的东西能不能给我一些提示或者指引。我打算抽点时间，逐步把他们年轻时走过的路都走一遍，把他们去过的地方都去一遍。叶中全轻轻点了点头，感叹道：你爸妈当年一直神神秘秘的，许多事情我也没弄明白。既然你有一探究竟的想法，爷爷也支持你。说着他又道：你爸妈当年的房间、书房都一直保持着20年前的样子，里面的东西我也没让任何人动过，一直是四海负责维护。待会儿吃完饭你就进去找找看，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就问四海。此时此刻，雍和宫这座香火极旺的庙宇此刻已经闭门谢客。安承熙站在院中，闻着寺庙中氤氲的香火气息，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心中百感交集。在他心里惦念着的全是自己那个已经20年没见的儿子叶晨。而此刻雍和宫距离叶家老宅的距离也不过区1-2公里，从这里出发10分钟车程便能到叶家老宅的门口。可即便如此，安承熙还是反复叮嘱自己，眼下还不是与儿子见面的时候。贾氏太监他一人在院中惆怅，便上前恭敬地问道：夫人此刻与少爷只隔了几条街，一定很想见少爷一面吧？安承熙点了点头，自己的儿子20年没见面，怎能不想呢？说着安承熙又道：可是想归想，眼下还不是与晨儿见面的时候，况且今日也不是我与晨儿最近的时候，
前段时间楠楠在纽约的演唱会，我就坐在看台上，陈儿与萧初然便在我头顶上的包厢里，那才是过去20年中我与陈儿最近的一次。贾世泰不禁感慨，那次属下是真的害怕，您的父母与弟弟妹妹全在现场，稍有差池便有可能酿成惨剧。安承熙微微一笑，问他，你当时是不是担心陈儿不会出手？贾世泰思忖片刻，点头道，属下当时稍稍有些担心，因为您说过少爷对您父母似乎有些成见，而且在那之前少爷只给了顾小姐能救活您父亲的丹药，却没将能治愈您父亲的丹药一并给他，所以属下便害怕万一少爷当时稍有挣扎犹豫，可能就来不及了。那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出手，可是如果少爷没在第一时间出手，我们也就错失了最佳时机，恐怕伤亡便难以避免。安承熙认真道，常英当年虽然给陈儿安排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但却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特权，他是在金陵的泥地里挣扎了将近20年，所以身上有时确实会有些乖张和匪气，对一些恶人的惩处手段往往比恶人还要更甚几分，但他的品性我还是很了解的。这种事情上，陈儿就算心里有再多误会和不满，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出手。说着，安承熙微微一笑，面带欣慰地说道，其实我反倒喜欢陈儿身上的匪气，爱憎分明且极少受他人约束。常英当年就是缺了几分匪气，总是用很高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所以才会处处受自己掣肘。陈儿就不一样，他从不道德绑架自己，亲外公病危又如何？在心有隔阂的情况下，至多救他一命，这已经算是仁至义尽，再多自然就没有了。同样的事情，若是换了常英，他宁可自己吞苍蝇，也要一步到位把我父亲的病治好。贾世泰赞同地说道，常英少爷追求的是以德服人，陈少爷则是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人回我1粟，我夺人3斗。安承熙点头说道，这就是我最欣赏陈儿的地方。常英当年为叶家付出那么多，最有资格也最应该继任叶家家主的就是他。说着，安承熙话锋一转，又道，可惜我公公当年自觉身强力壮，不愿早早放权给他，而常英也不愿夺他大哥叶长空的嫡长子继承权，所以大家你不言我不语，他也就一直都没能成为叶家家主。但是反观陈儿就没这么多顾虑，叶长空是他大伯又怎样，该在叶灵山上跪着就必须跪着。叶长敏就算是他姑姑又怎样，该软禁在金陵城中村，就一刻都别想出来。我公公不愿放权又怎样，这件事根本由不得他愿或不愿，陈儿自己便可扶自己上位。这件事陈儿做得深得我心，谁规定当家主就一定要上一任家主同意才可以？换个思路，只要他不敢反对，不就行了吗？另外，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欢迎观看订阅。